这绝对是土耳其近年来最吓人的恐怖片。恶魔之女的每次出场都会让你的肾上腺素狂飙，品种吓人28条，超自然恐怖大片，西星6惊悚来袭。友情提示：本片全程高能，强烈建议大家在好友的陪同下抱拳观看。这个男人为了复活死去的妻子，竟然将魔灵之女召唤至人间，强迫她附在妻子身上，这样他就可以和妻子继续的生活在一起。为了阻止魔灵被带回灵界，男人便对妻子立下爱的诅咒，结果却遭到恶魔的报复。魔灵不光吞噬着自己，同时也吞噬着身边的每一个人。为了摆脱恶魔的纠缠，强哥虔诚地向上帝祈祷，希望真主原谅他所犯下的罪行。这天深夜，强哥来到河边，从水里捞出一个木箱，这正是他当初施展的魔咒。上岸后，强哥直接将妻子的头发扔入火中，希望一切都随之消散。而下一秒，原来只是一场噩梦。可让强哥感到恐怖的是，这场梦却真实的让人后背发凉。强哥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不仅有个贤惠的妻子翠花，还有3个乖巧可爱的女儿，就连漂亮的小姨子也和他们生活在一起。可晚饭过后，一切看似正常的场景开始弥漫出恐怖的气息。岳父睡前把老爸的遗照放在床头，希望他的灵魂永远陪伴在自己的身边。这是一个女人鬼鬼祟祟地出现在房前，进入地下室后，在地下埋下一个神秘的罐子后，就匆忙地离开了。从那以后，强哥家里就不断地发生怪事。正在熟睡的大女儿突然听到来自恶灵的呼唤，最后直接将他带到一个充满死寂的洞穴，一家人诡异地坐在餐桌前，恐怖的眼神让人不寒而栗。还好只是一场噩梦。此时强哥正在为父亲的遗产发愁，因为贪婪的继母想吞掉所有财产，无奈之下他只好向朋友寻求帮助。可当好友离开后，继母的身影突然出现在眼前，紧接着恐怖的一幕发生了。强哥过去查看时被吓得大惊失色，可当一辆货车经过时，继母却突然消失。与此同时，老岳父这边也没逃过恶魔的袭击。老头正在睡觉时，房间内突然传来一声惨叫，然后在魔灵的控制下走到桌子前，将刀片彻底掰碎后一个个的插在肥皂上，然后举起手臂狠狠地拍了下去。紧接着双胞胎女儿这边也遭到了恶魔的袭击。翠花发现女儿不见后，便开始四处寻找，结果在地下室发现了被魔灵附身的小美，一家人谁也没逃过梦魇的袭击。家中出现种种怪事后，强哥终于意识到，无论他怎么忏悔，魔灵还是没放过自己。第二天他便找到一名神父，希望帮他彻底赶走恶魔，可神父却和他说了一堆看似正儿八经的废话。每个人从一出生就带着满身罪恶而来，只要你在天亮之前向上帝诚心的忏悔，就能彻底洗刷自己的灵魂。而你现在所面对的魔灵实力太过于强大，现在只能靠你自己的智慧才能摆脱厄运。这天小美找到外公取钱时，看着他缠满绷带的手，不禁感叹道，外婆活着的时候经常生气，是因为你刮胡子时总是把胡茬弄在香皂上，还有这段时间他总是梦到全家人死亡的场景。外公听后立马变得紧张起来，耳边也突然传来外婆的责骂声。外公本想拿救心丸拯救一下，可颤抖的双手却将药丸洒落一地。就当两人弯腰去捡时，小美不经意间又给了老头致命一击。可当小美离开后，老头再次听到恶魔的呼唤。当他走进卧室后，却在床上看到了死去多年的老伴，还邀请他一起观看末路狂欢的电影解说。老头颤抖地走上前，却发现被子下面还藏了一个带套的好友。此时正在厨房做饭的翠花突然发现锅里的土豆上竟然插满了刀片，而且每个刀片上还写着不同的字母。就在他感到一脸诧异时，老父亲突然出现在眼前，翠花被吓得瘫坐在地。可当他起身后，一切又恢复了正常。这晚小美又梦到一家人死亡的场景，而这次比之前更加恐怖。在他们周围出现了许多伏地魔，也暗示着恶魔变得更加猖狂。
因为长期遭受恶魔的摧残，小美已经分不清梦境和现实。此时强哥正在工作时，突然听到女人的哭泣声。善良的强哥上前查看时，却发现对方竟是被恶魔附身的小姨子。他哭诉自己为什么不配拥有这么强壮的男人，每晚只能对着他的照片进行生理上的安慰。为了彻底占有强哥，小姨子一把将其推倒，强迫他现场交作业。他和同事及时赶到，将他带回了现实。很快现实中的小姨子就遭到恶灵的恐吓。这天他准备休息时，衣柜开始剧烈的摇晃，无数只沾满鲜血的娃娃向他缓缓靠近。女人被吓坏了，发出惨烈的叫声，原来又是一场噩梦。镜头一转，那名黑衣女人再次出现，原来她正是强哥的继母。为了读通他父亲的全部财产，女人居然找到一名巫师，对强哥一家人下了恶毒诅咒。但没想到自己也开始被咒语反噬，不断遭到恶灵的纠缠。现在就连巫师也无法破解，唯一解救他的办法就是向上帝虔诚的祷告。为了得到救赎，女人再次来到强哥的地下室，准备取回他当时埋下的罐子，没想到却被魔灵附身的大女儿提前挖了出来。与此同时，魔灵之女也正式开始了她的复仇时刻。恶魔对着罐子喊出岳父的名字，下一秒老爸的鬼魂立马出现在眼前，老头被吓得大惊失色，很快就领了盒饭。翠花伤心欲绝，送了老父亲最后一程。葬礼结束后，强哥无意间在抽屉里发现一张照片，上面有2道深深的折痕。这时他终于发现，原来小姨子真的暗恋着自己。此时他因无法得到解脱，正躲在医务室伤心的哭泣。下一秒，3只厉鬼突然出现在眼前，在超强女高音的疯狂攻击下，小姨子很快就惨死在房间。紧接着双胞胎妹妹来到井边，从井底听到姐姐的呼唤后，果断跳了下去。母亲被噩梦惊醒后，发现2个女儿消失不见，便出门寻找。最后跟随女儿的灵魂来到一座废弃的工厂，里面到处充斥着恐怖的气息。经过几次考验后，翠花来到一个床前，可当她掀开床单后，看到的竟是彻底黑化的大女儿。此时强哥已经来到地下室，发现了恶魔的真身。魔灵之女确实很强大，仅凭借意念就杀光了所有人。为了让魔灵离开女儿的身体，强哥希望她打开灵界大门，和恶魔做一场交易，并质问她到底想得到什么。原来真正的魔灵就是藏在女孩内心的心魔。3岁时，女孩的家人不幸去世，后来被强哥一家人收养。刚开始翠花很爱自己，让她感受到了人世间最伟大的爱。但没过多久，2个妹妹的出生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。翠花不仅不爱自己，还把她当成家里的绊脚石。在小姨的蛊惑下，翠花每天都会在她的饭里放入铅粉，让她变成精神失常后慢慢的死去。这也正是她每天做噩梦的真正原因。没想到这场家族大战给了她这次复活的机会。老女人本想诅咒强哥，没想到恶灵却附在了女孩身上，而恶魔一旦被释放出来，就决定杀光所有人，将这里变成人间炼狱。强哥知道真相后，开始与恶魔斗法。ربي بويتك للنار ربي لهمي ربي غفور لي ربي بويتك للنار。经过7期49天的决斗，强哥终于用自己超强的意念战胜了恶魔。虽然强哥一生只打一仗，却一战封神，名垂千古，众神匹敌，天地失色，唯有封神之力才能独步天下。